今天我们来讲玄武的故事。本期内容，大脸怪将尽可能全面的梳理玄武的来龙去脉，并将在视频的后半部分解读玄武的秘密。内容较长，敬请诸君耐心看到最后。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在华夏神话中可谓家喻户晓。但相比较于龙虎和凤凰，北方的玄武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这个由龟和蛇组合在一起的怪异神像，既不是大自然中的真实存在，也找不到可资查考的上古流传，给人一种既神秘又违和的感觉。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最初的四象中代表北方的其实并非玄武，而是另一种动物。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怪异神像的起源和演变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就还要从一系列关于它离奇的故事开始说起。初唐的窦维显在他的《广古今五行记》里记载了一则故事，原文是这么说的：诸葛侃进孝武大河中，于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闻有如鸡雏声，甚畏，进而视之，现有龟蛇之象，似精化玄武之形。侃未登九级而竟被诛。大意是说，东晋时的诸葛侃曾经在妻子张氏的卧室窗外听到类似小鸡叫的怪异声音，感到非常害怕，于是就开窗查看，竟然看到一个龟蛇合体的怪物就在窗外，样子很像当时人们对于玄武的描述。后来诸葛侃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九卿的高位，但最终却被处死。故事中提到了诸葛侃听到了类似小鸡的叫声，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将成为我们解开玄武之谜的关键信息，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说到。唐玄宗时期曾官至越州刺史的牛肃，在他的祭文中则有更令人啧啧称奇的一段记载。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殿中御史杜伟曾出使岭南地区，当他走到康州时，停下马来想找个地方休息。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请赶快离开，这里有毒物。杜伟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一条巨大的蛇从路上向南爬去，足有好几丈长。紧接着一只玄武追了上去，路南边有一棵大松树，那条蛇爬到树上，缠绕在高高的树枝上，还把头垂下来瞪着玄武。玄武则仰起头对着蛇的鼻子，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碧绿色的烟雾，直冲蛇的脑袋。那条蛇立刻身体裂开而死，从树上掉了下来。这则内容完整、情节生动的故事，将一出玄武大战巨蟒、救出御史的好戏讲得让人身临其境。可惜的是，粗心的牛肃却忘了描述那只玄武的具体模样。比牛肃的祭文晚出的《酉阳杂俎》中又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原文说，诸道士者，大河8年，常游庐山，弃于涧时，忽见蛇仪如堆赠锦，俄变为巨龟，仿之山叟，原是玄武。大意是说，有个姓朱的道士在唐文宗大和8年时曾经去庐山游玩，他在一条山涧旁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时，忽然看到一条巨蛇，身体卷曲着，就像一堆五颜六色的丝质锦缎。过了一会儿，这条蛇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乌龟。朱道士又惊又奇，于是就去问山里的老人，老人说他看到的就是玄武。在唐朝的3则故事中，玄武要么是龟蛇合体的怪物，要么变成甬道巨蛇的未知神兽，或者又成了能在巨蛇和巨龟之间自由变换的山中之物，给人一种感觉，唐朝时的人们对于玄武的形象还存在分歧。不光唐朝人迷糊，上溯到汉朝，当时的人们也迷糊。汉朝时出土了大量以四象为题材的瓦当，其中的北方玄武大部分是龟蛇纠缠在一起的合体神像，就像这样。但是也有不少例外，比如这件西汉四神纹扶手上面的玄武是龟口中衔着蛇，再比如这件西汉新莽时期的玄武瓦当，上面也是龟口中衔着蛇。有的时候蛇消失不见，玄武仅仅以龟出现，比如资料记载有西安文管会的秦代四灵树形瓦当，上面的玄武为一只龟，可惜大脸怪没有找到这件文物的图片资料。还有这件被命名为汉代玄武蟾蜍画像石中的玄武，就是一只长有长尾巴、高高伸着脖子的龟。这只龟与普通的龟其实也有差别，至于原因稍后会说到。玄武这2个字的最早记载来自我们的老熟人屈原的《楚辞远游》，原文中说，时爱戴其唐莽兮，招玄武而奔蜀。意思是说，当时天色昏暗，一片迷茫，屈原召唤玄武前来相伴的奇幻景象。诗人召唤来的玄武到底是什么，至今仍有争论，但可以推测应该是某位神灵或者神兽。除此之外，先秦时期就鲜见关于玄武的记载了，只有被怀疑是汉代才成书的《礼记》中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意思是在行军或出行时，以朱雀为前导，玄武为后卫，青龙在左，白虎在右。和我们以前介绍的太医一样，玄武又疑似来自于楚国。如果翻阅更早的古籍，就会发现在上古奇书《山海经》中，虽然没有玄武的明确记载，但能找到和它神似的另一种动物玄龟。
南山经中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回尾，其名如玄龟，其音如盼木，配之不聋，可以为敌。大意是，在怪水里有很多黑色的龟，它们的外形像普通乌龟，但长着鸟一样的头和蛇一样的尾巴，这种龟名叫玄龟。它的叫声像劈开木头的声音，如果把玄龟佩戴在身上，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脚底的老茧。可以说，玄龟可能再一次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因为现实中竟然能找到与它几乎完全雷同的真实动物。不过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鹰嘴龟。鹰嘴龟在国内一般称其为平胸龟，广泛分布于我国江苏、浙江、海南、广西、贵州、重庆及云南等南方地区，与玄龟出自《南山经》相吻合。最重要的是，平胸龟的上喙勾曲成鹰嘴状，让它的头部很像一只鸟，而它的尾巴细长，绝似蛇类的尾巴。如《山海经》的描述不能说相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至于能不能治疗耳聋和脚上的老茧，有饲养过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然后告诉我们。那么问题又来了，《山海经》中的玄龟有没有可能就是玄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上古神话中的北海之神玉强开始说起。《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北海之主中有神，人面鸟身，耳两青蛇，剑两赤蛇，名曰玉强。玉强是东海海神雨果之子，有着鸟的身体，还有耳蛇、剑蛇的形态特征。鸟有了，蛇也有了，但是龟呢？诸君不要着急，玉强与龟有着莫大的关系。庄子大宗师中说，北海之神名曰玉强，灵龟谓之始。意思是说，玉强能够控制驱使灵龟。所谓灵龟，其实就是上古中的巨鳌，而恰恰是玉强所驯养的这些灵龟，在列子神话中背起了岱宇、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5座仙山，避免了他们漂流进龟墟的厄运。关于这部分的详细内容，大脸怪在往期巨鳌神话中详细介绍过，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稍后移步观看。也就是说，北海之神玉强集鸟、蛇、龟这3个元素于一身，而这3个元素玄龟全都具备，古人诚不我欺。诸君是否还记得视频开头的故事中提到诸葛侃听到窗外玄武发出类似小鸡的叫声，这不就是玄武鸟类的特征体现吗？此外，前面还提到的汉代玄武蟾蜍画像时，其中的玄武有长长的脖子、隐约可见的鸟形头部以及长长的蛇尾，不分明就是《山海经》中的玄龟吗？我们做个大胆推测，先秦或者更早时的玄武就是一种黑色的龟，准确的说是《山海经》中的玄龟，它是在汉代时才逐步演变成龟蛇一体的形态，后来还被与北方七宿联系起来，成为夜空的4象之一。之所以鸟的因素被弱化，更加突出蛇的地位，可能是星宿的原因，也可能因为4象中已经有了鸟形的朱雀，而蛇在汉代被认为是长寿和再生的象征，具有神秘的生命力量。当然，坊间还有另一种流传，古人认为雄龟不能交配，雌龟需要和蛇交配才能进行繁殖。比如《博物志》中就说，大妖龟毛之类无雄，与蛇通气则孕，这也是民间乌龟、王八等蔑称俗语的由来。尽管龟蛇合体在汉代已经成为玄武的主流形态，但玄龟的原始形态似乎也在零星流传，这从上述的文物发现中可以得到印证。然而玄武的演变到了宋朝时，来了一次彻底的改变。宋真宗赵恒堪称是道教的一个狂热粉丝。景德2年，赵恒让大学士王钦若等人编修历代君王的事迹，8年后成书，赵恒赐名为《册府元龟》。《册府元龟》是北宋的4大部书之一。所谓册府，指的是宋朝官方藏书的地方，而元龟就是玄龟。正是从这部书起，给玄武的突变埋下了种子。时间来到1012年，宋真宗自称梦见玉皇大帝，并被告知赵氏祖先赵玄朗是人皇9人之一，曾转世为轩辕皇帝。宋真宗于是尊这位赵玄朗为圣祖上临高道9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并将玄朗2字列为避讳。玄武这才把玄字改成了真字，从此变成了真武。在宋真宗君臣造神运动的一再暗送秋波之下，天禧元年终于出现了2件与真武相关的祥瑞。4月辛亥，皇城司言保圣营之西南营族有见龟蛇者，真武显灵，于是当即就修建了真武祠。当年12月庚午，内出枝草如真武像，内宫之中居然长出了真武样子的灵芝。有了这2次显灵事件，宋真宗迫不及待地于次年的6月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既然是真君，自然要彻底摆脱龟蛇的样子，于是乎玄武被人格化，变成了黑衣、仗剑、踏龟蛇的形象。龟蛇从主角变成了配角，被新任的男主踩在了脚下。
说回那位善于揣摩上意的王钦若，在位居宰相后，他通过编书来重新排列道教神仙的神品次序，目的是为了将圣祖赵玄党等神仙亲戚的品质拔高。等到了宋仁宗时，北极紫微大帝已经被升级为天皇北极大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位列北极紫微园、排班北极紫微神系统4大神将之一的北宫真武，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将东宫青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远远甩在了身后。宋徽宗赵佶继位之后，北宋迎来了玄武崇拜的第2次高潮。大观2年，宋徽宗加封玄武为右圣真武灵印真君。后来，徽宗又在武当山展旗峰下修建紫霄宫来专门祭祀真武。为什么要选择在武当山呢？因为宋徽宗翻阅过真武的户口本《神咒经》，唐朝中后期诞生的《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简称《神咒经》，其中以庙行道人与北极紫微大帝问答的形式，讲述了玄武神的出生。他是玄天圣祖82化而成，于开皇元年3月3日投胎于晋乐国王室，后来在武当山修道42年，功成飞升，所以武当山后来也被称为真武大帝的道场。自此，原本是龟的玄武完成了从龟到龟蛇合体，再到真武大帝的演变。鹿在中国北方拥有广泛而普遍的信仰，因此早期的4方神兽图像中，北方神兽是鹿而不是龟，但最终胜出了玄武，取代了原本鹿神的地位。这一变化究竟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旧是个谜。从现存资料来看，玄武来自战国末期的楚国，很可能就是《山海经》中的玄龟，也就是我们至今仍能看到的鹰嘴龟。视频的最后，请诸君欣赏一段鹰嘴龟进食的视频素材，一睹这位上古神兽的不俗风采。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